大家下午好啊！最近有一些风向很有意思。首先是本月12日，台积电在成立38年以来首次在美国举行了一次董事会，地点就选择在了亚利桑那州。我看了一下此次董事会的具体内容，总结来说还是比较克制的，只是谈及了增资子公司和一些人事方面的预案，有些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但是随后这几天又有供应链的消息称，英特尔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探讨拆分半导体制造部门的方案，其中就包括了要将制造部门完全剥离出来，成立一个新的实体公司，并由台积电来负责运营管理，以及要求台积电派驻工程师去到英特尔最先进的3纳米、2纳米芯片制造工厂，要求台积电将经验和知识毫无保留地转移至英特尔工厂，以确保后续的独立运营和落地。这则新闻一经传出毫无疑问给全球半导体市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整个北美半导体市场为之沸腾英特尔的拆分终于有着落呀，英特尔终于有救了呀，美国芯片制造再次伟大。英特尔的股价也在下跌数月之后突然间大幅上涨。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的第一反应这件事情可能远没有那么简单。台积电真的能够拯救英特尔吗？在去年10月份法说会上，魏哲家就曾明确表示过，对于收购英特尔的芯片制造部门设施完全没有兴趣。那么如今在面对特朗普 2.0 政府如此大的压力下，台积电能够顶得住吗？还有选择吗？收购或者入股英特尔对于台积电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风险有多大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首先第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台积电去收购英特尔呢？为什么不是高通呢？为什么不是英伟达呢？甚至为什么不是效率部长、裁员之神马斯克马部长呢？这个问题要从2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虽然芯片设计、火箭制造、人工智能表面上看都属于高科技行业，但是本质上却有着巨大的差异。芯片制造涉及上百项复杂的工艺步骤，比如说光刻、刻蚀、沉积、掺杂等等，每个步骤其实都有着非常对口的专业性的技术人才。芯片制造是一个典型的经验密集型行业，技术人员往往又需要长期的实战和积累。比如说在英特尔如今落后的 EUV 方向上，操作光刻机的人员通常需要经过大几年的培训和实践，才能熟悉掌握相关的操作技巧和具体参数精细化的调整。尤其是在尖端芯片制造领域，能够给英特尔这样曾经的半导体巨头带来所谓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变革的企业，那更是凤毛麟角了。就像之前视频和大家分享的观点一样，晶圆代工这门生意其实不好做的，很干，也需要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高通、格罗方德受限于意愿和能力有限，他们救不了英特尔。马斯克在如此多的业务面的情况下，更不可能一头扎入芯片制造泥潭，他也救不了英特尔。目前唯一且有可能拯救英特尔的，确实想想都知道，有且仅有台积电了。而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尖端芯片制造的垄断问题。在过去几年我们一直说台积电对比三星、英特尔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但是问题是来到了2024年、25年，目前在美国政府的视角里，台积电目前的问题不仅仅是领先的问题了，而是已经事实上形成了绝对垄断。尤其是在5纳米以上的先进制程上，根据 TradeForce 数据 ,2024 年 Q3 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 64.9%， 较第二季度又增长了 2.6 个百分点，预计到2025年末将逼近 68% 以上。在全球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市场中，台积电的市场份额高达了 90%， 在5纳米及以下的市场中则几乎接近 100%。不仅仅是在先进制程上的制霸，台积电在先进封装技术上，在硅光子领域，在 GAA 量产上都具有着绝对意义上的优势。而在2月14日最新的采访中，川普再一次提到了台湾抢走了美国芯片生意的说法，他强调他得拿回来并且根据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川普团队目前乐见英特尔拆分晶圆制造部门，但不支持外国企业来运营美国工厂。其实其中的意思很明显，也就是说他希望让台积电入技术干股，但是台积电不能从中获太多权益，也不能得到联合公司的主导权。
所以总结来说，结合上面两条信息链，一来呢，美国开始意识到目前唯一有可能拯救英特尔的真的只有台积电了，而英特尔作为美存芯片制造业的唯一希望，又不太可能接受它的失败与坠落。二来呢，站在美国决策层的角度，正是因为台积电的唯一性、垄断性，才让他们的亲儿子英特尔失去了芯片制造如此赚钱的这门生意。所以目前台积电主张的多在美国投资 AZ 厂的扩产、扩制程，能够打消美国的顾虑吗？甚至成为美积电改名 USMC 是重点吗？我想说可能都不是终点了。美国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希望台积电去救英特尔，最核心的其实是要把最关键的工艺技术、最核心的知识产权以及最重要的制程人才转移到美国，这才是川普政府核心的政治目标。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台积电有没有必要去接手英特尔制造部门的这个烂摊子呢？我觉得魏哲家的回答很明确站在台积电自身的战略规划和商业利益角度去收购英特尔的芯片制造部门，不管是从商业层面上还是在半导体技术层面上，都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呀。首先是从商业角度上，如果英特尔把制造部门剥离出来让台积电接管，这相当于是英特尔将自身面临的运营风险和制造成本完全转移给台积电。目前由于英特尔在先进制程技术上的落后以及市场份额的萎缩，目前英特尔制造部门的很多问题说实话都是根深蒂固的顽疾，需要大量的裁撤人员以及组织架构的大幅调整，这些都需要海量的资金和精力来做支撑。高盛之前做过评估，拆分后前期的善后资金就需要500亿美元以上，并且英特尔制造部门这些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光2024年就亏损了高达160亿美元，预计2025年将达到200亿美元。即便是美国政府每个季度补贴个几十亿，都是杯水车薪，小巫见大巫。如果让台积电来接手，那等于是让台积电来完全承担拆分后带来的所有财务和运营风险，而这些风险和压力对于台积电来说本来又是子虚乌有的，本不存在的。台积电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风险呢？为什么要去负责改造一家美国本土的 IDM 巨头呢？仅从商业层面上，台积电完全没有必要去趟英特尔这趟浑水再进一步说，从纯芯片制造技术角度，台积电更毫无必要去参与到英特尔晶圆代工厂的部门重组了。应该这么说，在芯片代工专业技术角度层面上，我们一般把半导体技术转移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窗口指导，也就是对一些特定的工艺技术部署或者某些设备调教来进行局部的优化和指导；另一种是技术移植，就是将一个已经成熟的生产工艺节点完全移植到一个全新的晶圆工厂。但是说实话，对于目前已经进入 ICU 的英特尔来说，这两种技术移植的方式都是不太可行的。如果台积电仅负责做窗口指导，对于现在已经病入膏肓的英特尔来说，说实话作用真的不大，也来不及了。如果是做技术移植，那情况则更加复杂和麻烦了。芯片制造工艺的转移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拿产品端来说，如果把高通的一款芯片从三星代工转移到台积电来做代工，光一款芯片就需要重新流片、重新验证、重新优化等大量的环节，需要花上大半年的时间以及上亿的成本，更别说制造端的转移了。尤其是对台积电和英特尔两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半导体制造巨头来说，这里面有大量的知识产权，大量的已经成体系的工艺特点，庞大的研发团队和项目部门。从英特尔 20A 到英特尔4，英特尔的技术路线说实话已经定型了。这个技术转移的难度可想而知是无比巨大的，完全不亚于完全推倒重来那么推倒重来，台积电为何不直接继续建设 AZ 厂呢？甚至不直接成立一个 USMC 的分部呢？这里面的逻辑是很简单的。那么既然从商业层面、从技术层面，台积电都完全没有必要去掺和到英特尔拆分这档子事情，那必然是一些政治上的因素目前在牵扯着台积电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应该这么说，从这次董事会首次到美国举办可以想象
目前台积电所面临着的压力，不管是政策上还是政治上的一个压力都是空前巨大的。那么台积电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能够通过承诺扩大对美的投资，而不去接手英特尔制造部门吗？那么这个烂摊子怎么去收拾呢？说实话，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英特尔这家企业本身对于西方科技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川普这届政府对于自身利益的所求的强度就现在情况来看，我觉得台积电自身很难有筹码和地位去和美国政府做讨价还价的工作有朋友会说，台积电可以利用苹果、英伟达、高通这些客户对台积电的依赖程度，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等等，来增强其谈判的地位。也有朋友会说，台积电可以强调它的技术优势为其争取更加有利的谈判条件。说实话，这在过去民主党的时代，不知道大家看了哪吒2没有？民主党和里面的无量仙翁还是比较像的。说实话，比较道义贸然，但是有些时候还是讲一些道理的，会在明面上去顾及盟友的一些利益。但是现在川普政府可不是这个风格可能和里面的东海龙王的风格比较像，你不给就别怪我来抢了。所以我个人判断，未来几年台积电的技术外流基本上很难去避免，什么竞业协议，什么 IP、GA、COVERS 的产权法律保护手段，说实话，面对川普政府的一意孤行作用都不会太大。台积电最终技术入股英特尔，参与到英特尔制造部门的重建重组，我个人判断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后续我们再继续关注吧。那么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